師姐，剛剛這件事有點誤會，我們其實不是故意這麼久才交方案的。我是個一人做事業當，如果不是換了台新電腦，我是寫不出方案的。師姐，你聽我說，不用解釋那麼多。別緊張，你們這個月的表現非常好，這2台新保本拿給你們做獎勵都可以。不用這麼客氣，師姐，這是我們該做的。4個，你不用這麼謙虛，你們做事我都看在眼裡。說吧，想要哪一台筆記本作為獎勵？是想要搭載了第3代酷睿處理器的榮耀 X14 2026戰鬥版，還是搭載了 A18 Pro 芯片的 MacBook Neo 呢？不對，那個方案是我熬夜做的。如果可以的話，这台內存小一點的 MacBook Neo 給我就好了。黑哥比較辛苦，還是給他那台內存大一點的輕薄本吧。還算你有良心，知道不拿那台榮耀。不對，你拿了那台 MacBook Neo。那以後的事情不都我來做了嗎？科技溫度，吐槽有風度，測評很鬼畜。這裡是主觀獨立不用方的黑絲科技，我是師姐綿羊。學生黨想入手一台3字開頭的新品輕薄本，除了今年蘋果陣營的 MacBook Neo 可以選之外，英特爾這邊也開始默默發力嘍，拿出同樣輕薄便攜，還能滿足學生黨學習辦公需求的新產品榮耀 X14 2026戰鬥版。那今天我們就來看看究竟哪一款入門級輕薄本更適合當代大學生的體質啦。先來看看外觀，2款筆記本走的都是輕薄便攜路線，在材質用料上也不含糊。先說榮耀 X14 2026戰鬥版，金屬感極深，就連 C 面手腕接觸的位置都是金屬材質，轉軸和 A 面是一體的，看起來相當精緻。磨砂的表面手感不錯，配合 1.39千克左右的重量和 19.6毫米的厚度，平時放在包裡基本沒啥壓力。MacBook Neo 的外觀精緻程度也是蠻高的，同樣用全金屬一體機身，重量控制在1.23千克 ，A 面是蘋果的標誌性 logo， 延續了一貫的家族式設計。來到 B 面，雖然邊框的大黑邊很醒目，但好在做成了3邊等寬和取消了劉海的設計，整體看下來還算能接受。把榮耀 X14 2026戰鬥版放一塊，就能看出屏佔比的區別了。除了屏佔比，屏幕素質也有明顯的區別。榮耀 X14 2026戰鬥版是一塊14英寸的 1080p 分辨率 LCD 霧面屏，全屏最高亮度在346尼特左右，日常使用沒啥問題。配合榮耀的護眼功能，平時碼字辦公的話也不容易累。如果對屏幕素質要求比較高的話，還可以看看 2.8K 屏、120赫茲高刷的榮耀 X4。雖然要加點錢，但整機價格還是保持在4000以內，屬於是花小錢得到了更高配的體驗啦。MacBook Neo 是一塊13英寸的2K 分辨率 IPS 鏡面屏，全屏最高亮度能夠來到510尼特，色準不錯，搞輕度圖像處理還是比較靠譜的。雖然有點可惜，但在這個價位段，屏幕的配置一般只能保證基礎使用，想要高分高刷之類的進階體驗得加錢。總體來說 ，MacBook Neo 的屏幕會更好，但 Windows 這邊的選擇並不只有這一款，適當加點預算就能升級到更好的屏幕，選擇也更多。來到 C 面，2款輕薄本的鍵盤都不支持背光，手感上，榮耀 X14 2026戰鬥版的鍵盤回彈適中，反饋速度比較及時。MacBook Neo 的打字手感跟家族裡的其他筆記本手感差不多，不過觸控板換成了按壓的機械式，依舊是刀法精準。Only Apple can do。同樣刀法精準的還有接口 ，MacBook Neo 只提供2個 C 口，並且還做了明顯的劃分，一個 USB 3.1和一個 USB 2.0。平時想要再接點別的設備，就得自備一個拓展嗚了。榮耀這邊就比較從容了，左側配備了全功能 USB-C 接口、HDMI 接口和一個耳麥口，右側還有2個 USB-A 3.2接口。開會需要外接設備展示，也能隨插隨用，主打一個省事，不用帶拓展嗚的輕薄本才算是真便攜嘛。就外觀來看，榮耀 X14 2026戰鬥版和 MacBook Neo 的顏值質感相差不算很大， MacBook Neo 的精緻感和屏幕素質會稍強一點，但這個價位往往有取捨，如果外圍配置有妥協的話，說不定核心配置能夠給到驚喜。歡迎來到我們的第1屆輕薄本拉力賽。作為輕薄本，辦公性能和續航能力算是我們辦公拉力賽的重點考察板塊啦。今天來接受挑戰的選手分別是
榮耀 X14 2026戰鬥版搭載了全新第3代英特爾酷睿5 320處理器和 Intel GRFX 顯卡。重點來說一下，這顆第3代酷睿處理器採用的是 Intel 最新18A 製程工藝，擁有6核6線程，性能和最大睿頻頻率為 4.6G， 可以說是一顆妥妥的辦公芯。作為專業的辦公選手，手握眾多 Windows 滿血軟件的支持，軟件兼容不受限，16GB 加512GB 的配置能夠讓用戶更加從容的面對學習和辦公場景，再加上大電池和快充的支持，看來這場挑戰搭載第3代酷睿處理器的榮耀選手是勢在必得啦。OK， 我們再來看另一位選手，來自 Mac OS 的 MacBook Neo。作為 Mac 家族裡的入門級選手， MacBook Neo 搭載的是一顆移動端轉桌面的 A18 Pro 芯片，雖然被砍掉了一個核心，但日常響應速度非常不錯。不過也要注意 8GB 的內存限制哦。封閉的生態閉環注定了部分辦公軟件會在這有點水土不服。對上擁有先天優勢的榮耀 MacBook Neo 會給到怎樣的表現呢？先來看理論跑分 ，Cinebench R23的單核和多核成績，榮耀選手的分數是略高一點的。在 PassMark 的成績裡面，第3代酷睿處理器依舊是穩穩發力，跑分成績依舊比 A18 Pro 要好一點。就這樣看，2顆 U 的單核和多核成績並沒有拉開太大的差距。再來看內存和硬盤的讀寫情況，由於蘋果是8GB 的單通道內存，讀寫速度會比16GB 的榮耀要偏弱一點。理論跑分看完，接下來就得實戰了。同時打開10個網頁進行瀏覽切換，保持瀏覽器開啟的情況下，再打開微信、QQ 聊天，後台放網頁雲音樂。來到這還沒結束，模擬日常辦公，當然還要打開 Excel 和 Word 做一些簡單的碼字編輯啦。在應用多開的情況之下， MacBook Neo 的8GB 內存就開始感覺有點吃力了。反觀榮耀這邊還能夠流暢切換，像是平時如果遇到更重度的任務的話，那還是內存更大的榮耀會更從容一點哦。不過應用多開的中重度負載還不夠，出差辦公總會遇到一些更重量級的壓力，那就是離電辦公場景。離電狀態下，讓2台筆記本處理10萬行 Excel 表格的上一次計算，榮耀這邊只需要20秒左右就能夠完成。MacBook Neo 會稍微慢個2秒左右。像這樣比較龐大的數據量，榮耀和 MacBook Neo 在打開表格時速度都比較快，基本沒有卡頓出現。像是加載一篇200多頁的 PPT 也毫不費力。但要說到辦公專業3件套，那還是 Windows 原生系統用起來會更適配一點。再加上這顆第3代酷睿處理器，應對辦公場景還是比較游刃有餘的。除了多開任務之外， AI 功能也是辦公能力的考察點之一。榮耀 X14 2026戰鬥版搭載的第3代酷睿處理器，內置 NPU 和 Intel Graphics 核顯，支持 Windows 11的 AI 功能。像學生黨平時學習的時候，就能隨手打開 AI 來做解題輔助；線上上課的時候，還能打開榮耀自家的悠悠助手，翻譯、總結等等高頻使用的功能基本都有。還有 AI 超級工作台，可以應付各種需要傳輸的文件等等。反觀蘋果這邊，可能就要借助第3方 AI 應用來實現這些功能啦。最後是我們的續航挑戰，榮耀 X14 2026戰鬥版的電池容量來到了60瓦時，支持65瓦快充，續航成績能夠來到14個小時28分鐘。MacBook Neo 的電池容量為36.5瓦時，支持20瓦電源適配器，續航能夠來到11個小時左右。毫無疑問，榮耀的續航成績會更優秀一點，得益於第3代酷睿處理器的能效比，離電使用也不用擔心掉電快。不過 MacBook Neo 的續航成績也算漂亮，雖然沒有榮耀的續航長，但日常外出使用還是可以的。注意平時要記得充電就好，不然20瓦的充電速度是真的會讓人有點着急了。好了，綜合3輪拉力挑戰下來，在辦公性能和續航這塊，榮耀 X14 2026戰鬥版以處理器和系統的優勢險勝了 MacBook Neo， 但在單核場景裡 ，MacBook Neo 的表現還是可圈可點的，應付輕度使用沒有壓力。今年的筆記本可以說是各有各的卷。現在入門級3000塊的真香價位段，除了蘋果的 MacBook Neo 可以選 ，Windows 陣營這邊的選擇也十分豐富，尤其是 Intel 這邊配置性價比很高，而且核心優勢也比較統一。像我們今天體驗的榮耀 X14 2026戰鬥版，標配16GB 內存，多開文檔，網頁不卡頓，在這個內存漲價的時期守住了辦公的底線。接口這一塊也給的比較齊全，不用像 MacBook Neo 那樣還要帶個拓展幃，而且
第3代酷睿處理器作為今年登場的新品，無論是單核還是多核性能，應付辦公場景都十分夠用。基礎15瓦低功耗設計，在輕度辦公下發熱極低，而且足夠靜音。對於經常在宿舍或圖書館使用的小夥伴來說，辦公本夠靜音，簡直不要太舒心了。除了能夠靜音之外 ，AI 功能也是這顆 U 的優勢之一哦。第3代酷睿處理器內置 MPU 和 X1 核顯，讓最基礎的辦公本也能夠擁有本地 AI 功能。對於平時需要經常寫作、收集資料、開會寫報告的人來說 ，AI 功能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效率工具了。所以对比 Mac 來說 ，Intel 陣營的型號配置不光更有先天的優勢，配置選擇也會更多。低預算的小夥伴可以在3000價位能夠入手到一台不錯的輕薄本。如果想要更高階的配置，還能往上到4到5000價位入手更適配的版本。MacBook Neo 這邊雖然 A18 Pro 加 macOS 的流暢度很不錯，但8G 內存始終是個硬傷。如果同時多開任務占滿內存，就容易出現卡頓的問題。再加上軟件不兼容和接口數量偏少，也是個問題。所以在選擇一個趁手的實用工具時，還是得先考慮自己平時最核心的使用場景需求哦。如果平時对辦公需求不算很高，日常只需要用碼字觀影，並且自己也是一個蘋果用戶，那 MacBook Neo 的性能已經足夠滿足你的日常使用。如果你平時使用的場景偏中重度辦公，並且用到 Windows 的專屬軟件，那榮耀 X14 2026戰鬥版可能會更適合你。好了，本期的榮耀 X14 2026戰鬥版對比 MacBook Neo 的體驗就到這裡，歡迎大家在評論和彈幕留言討論。微微思姐在線求點讚、求關注、求轉發，謝謝各位紳士能夠看到最後，我們下期再見，拜拜。